哇，欢迎各位观众朋友们持续来收看2025年为期2天的运博杯全国分龄游泳锦标赛。哇，在这个中秋连假，我们2日的赛程逐渐要步入尾声，因为最后一个时段就是稍后要登场的，在今天10月5日周日的午后要进行的下午赛事。今天随着日正当中，现在气温也已经上升到了34度，那又特别是在青年运动公园的游泳池是户外的场地，哇，对选手们来讲也是一大考验。还有所有的赛事工作人员，哇，这2天也是从早到晚都在现场陪伴着各位。那我们稍后下午的时段将会由我中要为各位邀请到的是亚洲竞技游泳总会的会长黄敬尧，为我们各位带来赛事的讲评服务。教练您好。好，你好 ，Hello， 钟主播及各位热爱游泳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亚洲竞泳的队长兼总教练。好，今天非常荣幸的可以担任我们2025年运博杯全国分龄游泳锦标赛的讲评人，我感到非常的兴奋和荣幸哦。那今天是第2天下午的赛事，那我们这个全国各地啊聚集各地的精英啊，然后我们下午就一同来见证这些精英的厉害。跟他们的精彩表现，是我们上午看到一连串的项目啊，那消化到现在下午还有3个单项，包括女子的50公尺仰式，还有随后有男女的50公尺蝶式，以及最后大家最期待的就是接力赛的部分。接力，哇，毕竟在接力项目真的是变数变得更多，比起自己要游好你自己的那一段50以外，还要跟队友的搭配。是，那可以请教练就是简单谈谈说，就是包括我们等一下会陆续欣赏到3个比较短距离的单项，还有在接力方面，那对于如果要身兼这2个不同项目的选手来讲，通常都会让怎么样来调试自己的，不管是心态还是技能上的展现？通常我们在蝶式的部分的话，是要求，因为这是50公尺的冲刺，所以它在能量系统的训练，尤其是磷酸系统，就是属于爆发力的系统，在10秒内可以结束的这个系统上面，我们会多做一些加强。还有心态上面，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就是觉得，我就是要挑战，我就是要竞争，我就是要得第一，要有这样的心态。对，这是一定要有的。所以在50公尺蝶式跟仰式都需要有这样的数值。是。对，那我们在接力的部分的话，通常有1、2、3、4棒的部分。那第1棒的话，我们当然会尽量去选到，就是第一个它可以抗压性强，然后速度快，然后可以一开始就可以让我们得到第1。是。然后第2棒的话，就维持稳定的状态。然后在最后1棒的话，它也是要求一个可以爆发力强，而且马上看到对手如果赢过他的话，他有这个冲劲，马上想要迎头赶上，然后可以得到第1，要有这样的心态跟素质。所以从小开始做这样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没错，对。那当然，在刚刚教练提到的，不管是仰式或者是最后的自由式接力，那我们现在先来蝶式是跟自由式比较求速度性。那我们现在看到是仰式的项目，也许整体的平均速度可能相较刚刚提到这2个泳姿还来得慢。但是想请教练，如果我们在欣赏仰式的这个单项大概欣赏特点，还有说就是对选手个人来讲，怎么样可以发挥到最好的一个状态？好，在这个50公尺仰式的部分，我们分为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从他在跳台要出发的这一段的他跳台跳过去，他的胸椎的整个活动度要非常的好，才可以做一个往后仰入水的这个漂亮动作。第二个，在水中做一个蝶腰的反蝶腰动作啊。这个要求在国际的赛事选手，我们尽量在超过10公尺以上再出水，10米以上，所以15米以内是没问题，所以尽量一般都会维持在12米这样子上来。是，然后上来这一段如果获胜的话，拔得头筹的话，通常后面的就比较没问题。那后面第2个阶段的话，就是我们仰式的时候比较注重我们的身体的一个躯干的旋转，所以你要维持核心的稳定之外，你要让你的躯干去做出旋转，然后把你的手做出往后带的一个动作。好，在水中的效率就会非常好，然后有节奏的游一直线，然后最后再触壁。的确，听起来也是有非常多的细节需要来琢磨。当然，我们一样就是到这2天的赛制安排都是从比较低年级组别到年长的，包括青壮年的赛事，我们现在又是要先从8岁以下来开始欣赏。好，那这一组刚刚有看到第一时间其实是裁判第一时间就发令要重新来出发。那在8岁以下50公尺的女子组仰式，总共有2个组别，总
共16人报名，是，也就是2组刚好都是8道全满。对，没错。现在看到也是有些熟面孔，昨天也已经有陆续的出赛，现在正式的展开。那当然，像刚刚教练讲到很多一些能够精进自己的方式，但是那是对比较可能包括不管是精英级别或者是在年长一点的经验更丰富的选手，那对于8岁这种刚接触游泳的选手，通常最基础教练会希望期待他们能做到哪一些目标？最期待的话就是第一个，他的关节活动度，他的灵活性、协调性，还有一个核心的能力，这是我们要求的部分。然后我们现在第4水道云桥国小鲨鱼队这位梁宇恩选手，他像现在在前面遥遥领先那你会看到他的姿势就跟其他的选手不一样游得非常的顺畅。他出臂转身，出臂到了所以他的成绩我们来看一下。47秒96，非常棒的成绩呢！我们应该给这位选手热烈的掌声鼓励，非常表现得非常好，明显比他给的报名成绩大概1分15秒快了，几乎是哇将近一半的时间。对，没错。那因为他同组的对手其实报名时都没有填成绩，所以他们才刚好被分在这一组。但是他的实力是有机会跟后续第2组出发的8位选手来抗衡。是的，没错。当然是总共的成绩还是由所有16位选手来比较，毕竟游泳比的就是一个绝对值，所以刚刚看到的梁宇恩拿到分组第1，有没有机会领到前8名的奖状？蛮有可能的。来看这一组的其他对手的表现。不过看到第4道陈宇杰是从缺。是的，所以说看起来这个梁宇恩他就是有机会夺冠了看到这一组的确大家的整体的就是速率看起来没有前一组这么的快。没错。目前暂时领先的是在第1道的白怡慧，是来自永乐的游泳学校。对。然后我们看到有些水道可能它不小心游歪了这个就是我们会比较注意的部分因为这是在室外的部分，所以它往上没有东西可以看，只能看天空所以说这个部分教练就会教他怎么如何的可以有效率的游直线，才会游歪掉撞到那个水道时。是，所以就算在室外你想要偷偷斜着头看旁边的目标物，这样也不是比较就是这也不算好事就是可能会影响自己前进的效率。其实我们也可以侧眼斜眼看是没问题的。是，看到游最快的是第1道的白怡慧，但是超过1分钟，所以如同张明老师提到，前一组的梁宇恩的确就是一个夺冠的态势。对，没错，拿到8岁以下级的冠军。是，恭喜他，表现得非常棒所以您是在这一组出发前就预判他的这个能力有在冠军，是因为根据他这个年纪能够游进这4字头，就算是非常突出嘛？是的，没错，就跟主播讲的通常在这个年纪可以游到4字头以内算不错了。是。紧接着要来到大概国小中年级的9到10岁级别，则是有多达3组，总共24人报名。好，我们来看一下。好，现在看到他们出发了，然后看到他们第一反应的时间，这个也是非常重要。是，包括在就是顶尖级，不管是奥运世锦赛，他们就是连转播字卡都能给出第一时间的反应。是的，没错。所以这是在就是不管是对选手还是教练，他们能够怎么样在训练上加强，也会是一个环节。对，是的，没错。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5水道。第5水道的选手是第4道的陈婉晴暂时领先，第5道罗子熙也相当接近。那陈婉晴是来自大直金浪隔壁的第3道牛乔威也是他的队友。不过第5道好又是教练预判正确了，罗子熙在后面倒吃甘蔗，硬是以大概1秒的优势来逆转夺得这一组的第1名。是的，没错。成绩是48秒18，是那更显见刚刚8岁以下级别游在47秒多的梁宇恩真的是超群的演出。是，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他游泳的姿势
然后有看到它的配速的部分。那50公尺原则上我们就是尽力的去做一个冲刺的部分。那你会看到我们前面的梁宇恩，他游的姿势就是非常的稳定，而且整个好像像鲨鱼一样、飞鱼一样，一直在泳池上，一直到终点啊。所以说他表现的真的非常的好。是。现在接下来是在这个级别的第2组，对，9到10岁女子的50公尺仰式，是。然后结束第1组的赛事之后，第2组现在选手们也站上了跳台，他们直接是进到水中，对，要准备出发的这个动作。其实出发的动作非常的重要，双手握的位置还有双脚站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是，这会影响你蹬出发的这个动作的效率。好，我们现在看到第4水道，第4水道选手还有第1水道的选手，都是比较有希望的。可是我们看一下第4水道的选手，他的滑手的稳定性真的还不错。是。那第1水道的选手他是比较看出来他比较有爆发力型的，没错。所以我们看到这第1跟第4水道都是遥遥领先。两位选手同样来自于文林国小，那第1道高旗云，对，看起来有可能比他队友杨晨星快一点点。那就是得到我们的冠军是我们的高旗云，来自于文林国小。对，看一下稍后现场给的参考成绩，44秒97，非常好的成绩比前面的优势还好。对。所以目前照排序的确就是占据第1，稍后还有这个级别的最后1组要来进行，那也会攸关大家总成绩的排序。对。好，我们现在看到下一个场次的，已经准备要出发了。是。那第6道代表奇幻小魔女的林淑宇是没有来到现场，那其他7道都有选手，但是觉得领先的是第5水道。对，王丽琴跟第4道的王千琴都相当接近。我预估第4水道的这个王千琴选手是应该是在这个场次可获得第1的。的确，他虽然起步稍微晚一点，但是后续稳定的输出，现在应该是稳稳的要拿下这一组第1名。其实他水中划水效率非常好，我们看他现在已经到了2米线，对，到了。那触墙之后拿到了分组第1，看看他的成绩是不是也比下前1组游最快的38秒30，唯一在40秒以内的好手对，他是最棒的所以稳稳的拿下了9到10岁级女子50公尺仰式的冠军，金牌到手。我们恭喜这位选手。紧接着在9到10岁告一个段落之后，现在是11、12岁的女子50公尺仰式，同样是刚好24人报名参赛，出发了。我们看一下第4水道，你看他是还在叠腰所以说他一出来就先领先了，就是我刚刚前面说的部分。对，他在这第1个阶段就维持在一个领先的状态。是，而且这个差距持续的扩大。是。真的就是来自亚洲竞泳的方雨桐。方雨桐这位选手真的非常厉害，而且他妈妈本身也是一个游泳选手，然后母女同时来比赛，这个精神真是可嘉。我们恭喜我们的方雨桐，来自于亚洲竞泳的选手获得第1名，真的就是完全从头到尾一路领先。是，方雨桐选手他的身形又非常好。他长得非常高所以说他手长脚长。好，我们看到方雨桐65.68，对，是全部目前来讲所有50公尺仰式小朋友中是速度最快的。的确，所以因为可能这个在小学阶段说不定还没练专项，那他大概4式当中游最快的是仰式吗？还是说有其他更突出的单项？其实他别的姿势也是蛮不错的，然后。可是他希望就是在这个年纪的话，希望4式都来比，尽量的均衡。对。现在看到这一组的8位选手完赛之后，先上到岸边，要静候第2、第3组其他对手们的成绩。
现在则是来到了11、12岁的第2组。是的。那当然，这也是国小大概高年级的年纪了。那对女生来讲，确实就有的已经抽高了，就像教练刚刚提到的，方雨桐可能已经是算长得身材上有优势，对，在游泳池中也是发挥了他的载智力，是他很适合可以培育成奥运选手。好，我们看到第1水道，没错，同样有一枝独秀的好手是来自无敌布拉鱼的陈永晴，他很可惜就有点稍微偏掉了，是，可是他速度是蛮快的，爆发力蛮好的。没错，看一下他的成绩。3项第2组，首先拿终点的是第1水道无敌布拉鱼陈永晴。这一组整体的差距就没有这么大，但是游最快的陈永晴36.05秒，对，是这一组唯一游在40秒内的好手。是的。表现真的还不错。如果他刚刚游得更迟，可能速度会再更快一点。是，那当然这都是就是选手跟教练他们在为后续来做修正的点。这个比赛我们就当作是一个经验，可以让他以后对之后的赛事可以更加精进。是。接着是11、12岁级女子50公尺仰式的最后一组，那看到第1道跟第4道的选手最后都没有到现场。是的，包括优乐游泳学校的简于安，还有树林竞泳俱乐部的陈庭香。好，我们现在看他出发。场中进行的是163项的第3组，也是10项次的最后一组。那这一组的确是势均力敌。是的，没错。我们现在看到第6水道，张翠少勇的陈曦。其实这一组会被归类在第3组，就是因为大家给的报名成绩是相对突出，而且最快跟最慢差不到4秒钟。那的确临场的发挥也是非常的接近。好，我们第3水道。第3水道也很有机会哦。是，好，然后第1名还是陈曦先碰到墙。对，非常厉害。从一开始教练点名第6道的陈曦，虽然后续的差距被追进，但是他还是拿到了分组第1，不过成绩是没有前一组第1的来得好。对。那也代表这边是11到12岁级的女子50公尺仰式结束，稍后就来到国高中生的年纪，因为是34岁级只有3位的选手报名，那15、17岁只有2位，所以是并在一起来比赛。是并组。场中进行的是164项次，13至14岁以及15至17岁级。位第2、3、4为13至14岁级的选手，第6水道为15至17岁级的选手。看得出目前年纪比较长，那大概就是泳龄比较长的2位选手，的确是游在前面。但是在第2道的北运泳队黄文轩，只是国中生，但是不遑多让。对，是的。好，我们看到，第1个到达了。最先触墙的是在第4道的陈玉山，名义上是北师大同国小，拿来比是34岁级，成绩是39秒6。和他报名时给的38秒相差不多。是的，就算是实力的正常发挥。对。那但是像就是理论上应该就是随着选手成长，那成绩应该是会越来越好。那要是遇到就是一个撞墙期或是巅峰稍微过去开始下滑的话，那不管是教练或是选手们要怎么样来进行一个调试，或是要怎么样可能稳住，还是重返巅峰这样。是，这个问题非常好。那通常我们会先厘清原因，它的原因是心理素质的原因，还是身体上面素质的原因？那我们从他的原因下手。如果心理的话，我们就给他多一点心理的辅导，是跟鼓励。然后如果是身体的话，我们看他是不是身体有哪里比较有状况的问题，然后我们去进而修正。好，这样就会表现得更好一点。是。好，我们看到了第3水道。来自台北大学的校泳队施慧芳是这一组游最快的
是。3位大学生是和25到34岁2位选手们并在一起比赛。那当然成绩是分开计算，就是跟各自的组别来做比较跟排序。对哦，他成绩是36秒94，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哦。看到在一般组的赛事陆续告一个段落，稍后会是女子50公尺仰式进入到青壮年，也就是大概35岁以上的级别要来单独出赛。那包括在下一组35到44岁，场上的6位选手多达4位是来自于亚洲竞泳队。是的，是的，而且也有看到我们第3水道的选手是方可琴，就是刚刚那个方雨桐的妈妈。我们特别注意一下这位选手，她表现得非常好。但是第3水道看起来是没有到现场来比赛的。是，那其他5到7道，黄凯杰、文仁挺跟杨廷君也都是亚洲竞泳的选手。目前看起来也是游得比较快。是第5水道，我们看一下，注意一下第5水道黄凯杰这位选手。他是亚洲竞泳中非常努力，而且非常就是整个正面的能量非常强大的一位选手。他很多赛事都很积极的参加，他要参加明年香港的国际赛事。是，那的确在这一场的分龄锦标赛，50公尺仰式也是称霸。是，我们来看一下黄凯杰的成绩是37秒91。至于同样来自亚洲竞泳的杨廷君，则是38秒94拿到银牌。那他们领先的距离都超过大概10秒钟，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优势来赢下这场比赛。第7水道杨纯君，他选手他是也是一个教练，所以他也有带校队，他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选手，而且自我要求非常高。是。好，这位选手是志在参加，1分25秒左右完赛。是，那接下来将会是来到45到54岁的级别，也是在50公尺仰式的倒数第2组。那看起来是跟稍后的55岁以上全部并在一起比，那所以是最后一个50公尺仰式的组别正式的出发。是。168下，两组合并，位于1至5水道为45至54岁级的选手。那现在明显分成2个集团，前3名自成一格。是的。根据水道的安排，他们应该有的是55岁以上，有的45到54岁。但是前3名游起来其实实力是相差不多。想好奇请教教练，就是仰式对于年龄对于仰式这个项目会差很多嘛？就是整体游起来的速度。年龄上面还是会有一些差别，就是在体力上面的差别啊。那可是，在技术上面的差别是不大的。对，我们看到2位选手几乎要同时触墙，但是最后还是第5道快一点点。45至54岁级领先抵达第5水道泳教。好，第5道的选手成绩是50秒72。第3道刚刚几乎是差1拍，那他只是51秒06。是的，也算非常出色的成绩。那因为他们是不同组别，所以各自拿下那一组的冠军。那在50公尺仰式，随着现在最后一位选手也游到终点之后，就代表稍后要进行的会是这2天赛程最后一个单项，也就是50公尺的蝶式，一样是男子组先比，后续是女子组的项目。那在蝶式结束之后，就会是紧张刺激的4×50公尺自由式接力。好，我们看一下，现在出发了50公尺蝶式。好，看一下在水中蝶腰的动作，然后再出来提水。8岁以下级原本是有写会分为2组11位的选手，但是看起来应该是因为有总共3位选手请假，大家就并在一起把这个项目来比完。我们现在看到第5水道，
蛮有机会的。还有第3水道的选手。好，3位选手并驾齐驱哦。看一下到底是第3还是第5水道，先到第3水道，还是快了一拍，来自大同国小的郑义宏。首先抵达终点的是第3水道北师大同国小郑义宏。好，他的成绩是49秒30，来自于我们第3水道的选手。的确是些微的差距，硬是赢下了这一面金牌，相当精彩的表现。其实刚刚看到第3水道这位选手，他的整体的身体的整个律动性是非常好的，是，所以这个是适合游蝶式的一个身材，跟适合游蝶式的一个就是他有这样的天赋。那像刚刚是8岁以下，也代表就是还算年纪很小，那他们就可以学到蝶式，是代表就是因为一般蝶式应该是公认4式当中比较难的嘛。是没错。这么小年纪就学到蝶式，是表示他就是整个游泳的能力或者是天分比较好，会比较好一点。对。好，我们看到现在这一场是第1水道跟第4水道的选手。是。还有几位8岁以下的选手刚刚没有出赛，现在跟其他9到10岁并在一起。因为9到10岁的50蝶有多达4组。现在先看看目前处于领先的是在第4道的选手。是。好，第4水道到了，第2名是我们的第1水道。第4水道成绩是40秒57，第2名的第1水道选手是42秒30。那的确也是比较大的落差。第3位触墙的是54秒多，是足足慢了10几秒钟。所以前面2名的这个小朋友，他表现是非常优秀。那通常教练在给选手设目标，包括有可能是第1次来比这种比赛的话，大概会给他设就是一个比较宽松的范围，还是会以他平常就是训练，然后设稍微快一点，希望他可以来突破自己。通常的话，我们会选择第2种。就是说以他现在目前的成绩，比如说蝶式是40秒的话，我们希望他可以39，帮他设一个目标。所以是选手如果知道这个数字我达不到，那他在比的当下会比平常更出力，或者是心态上会比较亢奋吗？会。那原则上我们还是会看到不止身体的素质之外，也会看他心理的素质。那如果他心理素质是你只要给他目标高一点，他就想要达到的，那我们就给他第2种方式，就刚刚主播讲的。如果他的心理素质是比较你给他高一点，他会紧张，他会有压力。是，那我们就希望说那你就到平常心，达到原来的水准就可以了。好，那我们看到下一组的赛事。对，还是一样50公尺蝶式9岁到10岁级。这是第2组的比赛，8道选满。那也是有几位来自大同国小，几位来自银桥国小。目前看起来一样是在中间倒刺的选手相对突出。是，就是我们来自于第4水道的张凯成，来自于树林竞泳俱乐部的选手。哇，那的确现在优势是逐渐的扩大。所以即使50公尺对游泳比赛来讲就是一个短距离的项目，但是就这些小朋友来讲，他们要这样游一趟50。就不管是心理上的负担，或是体能上，会觉得是一个挑战吗？通常对这个年纪的小朋友来讲的话，会有一点可是如果有从小训练的话，可能他从小1就开始练的话，或者甚至更早幼稚园开始练的话，这个部分对他来讲就还好，因为通常国小的话，训练一天的量也是蛮大的，至少好几千公尺的训练量。
是一周还是每天？大概是每天，每天都一定要有这样的量啊。是。那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第1名就来自于第4水道的张凯成，是成绩是52秒76。接下来还是一样9到10岁级的男子50公尺蝶式进入到第3组。对，一样也是传统强校大同国小有3位选手，那不过其中2位是 A 队，包括第6道的黄如意跟第7道黄浩维。好，所以我们看到第6道的选手，对，黄如意被分在 A 队，应该照常理来讲，应该就是实力整体更好一些。你看到他整个爆发力，整个蝶式流畅度是非常好的。的确很明显，照着自己的节奏，那就是稳定的拉开跟其他对手的差距。不过第5道的陈佑照跟第4道姚运成相当接近。好，谁是这一组第2还很难说。对，那第1名就是我刚刚讲的确定了，就是我们的第6道的黄如意选手，成绩是40秒91。好，第2名是我们第5道选手45秒33。跟第3名非常接近第3名是45秒55。好，我们这样刚刚就看到了黄如意这位选手小朋友，你看到他整体的蝶式的动作表现，就会相较于其他的选手来的顺畅非常多。是。好，我们看到下一组，一样9到10岁级冲刺蝶式。除了现在看到第3道空出来，是因为欧阳靖佑从今天前面的比赛就看到他也是请假，所以现在看其他对手，我们非常要注意7道表现怎么样，包括现在竞争很激烈的4、5、6道是。但是领先是第5道的王凯威，今天已经看到他金牌是拿不完，但是现在他的优势逐渐被追进，而且甚至有反超的趋势。第6道蔡成宇硬是逆转，让王凯威饮恨。好，我们第6水道蔡成宇得到32秒88的好成绩非常优秀。才在国小中年级的阶段，就能游出这个数字。其实前3名是非常竞争的。是，根据他们报名给的数字，一个31，一个32、33，确实反映在比赛上也确实如此。对，是的。那紧接着将要轮到的是11、12岁高年级的学生，要来比男子50公尺的蝶式，正式的出发。好，我们看到第7水道的选手，一马当先。对，黄轩瑞也是来自于亚洲竞泳的团队。对，这位选手表现得非常优秀。的确很明显，和同组其他对手不是一个档次。是，然后他的爆发力非常的强。你看到，他就一路的冲。对，50公尺很快就结束一样是35秒多的时间，那还在等待其他对手们的到来。那第2名之争感觉格外的接近。第4道的陈宏凯稍微快一些，比下了第6道的游义祥。现在看到第3道陈凯宏努力的往终点来游。接着进行171项的第2组。好，到了。正式完成这个赛事之后，还有另一组的11、12岁男子50公尺蝶式。也有不少的熟面孔，包括第2道代表江翠少勇的钟宇航，还有第3道运博 TISA 的徐四奎。当然，运博也是这一次的主办单位。是的。他们已经连续2年用青年公园的运动中心游泳池来举行这为期2天的盛会。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第4水道的李新哲选手，来自于台北市社子国小，一马当先他游得非常的快。是，虽然只是小学高年级，但是就这个体态真的
蛮好的，对，非常好，成年人的态势，那游出来的速度也最快。对，那等一下参考成绩如何？应该也是3字头，没有意外，32.07秒。至于第2名的则是第5道廖允成的34秒79。好，第3名我们第3水道。对，那他们2位是分别拿到金牌、银牌。刚刚前一组游最快的黄轩瑞则会是这一个级别的铜牌得主。是。接下来轮到是13、14岁的级别，还是50公尺的蝶式项目，但是第5道蔡耀宏是没有来到现场。14岁级男子组50公尺蝶式第1组大会报告，请银桥国小鲨鱼队廖延佳。我们看到第4水道郑成佑选手来自于景文中学，他现在是优先的状态。至少领先第2名有2个身体。对，哇，前段还看不出来，但是游过20-30公尺之后，哇，真的是越拉越开。好，到了。确实，一样分组第1来出现，就看等一下第2组的成绩要来跟他做比较。他是37秒54，是还是有夺牌的希望。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组。哦，这一组我们看一下，哦，13到14岁级动作就完全不一样了，是看起来就非常的熟练啊，效率的非常好。我们看到第4水道，第4水道是我们的钱品成，来自于运博的选手，看起来应该是要稳稳的拿下这一组第1，也有可能会是总成绩最好的一位。29秒72，哇，太厉害了！对，目前到现在第1位游进30秒内。你会看到这个选手，他的整个水花真的非常的小啊。是，所以这也是就是游泳运动员最想达到的理想啊，就是说减少这些阻力，或者是减少水阻，感觉他好像在水上飘的感觉，是非常厉害。对，哇，这马不停蹄又来到15、17岁级的50公尺蝶式，那一样还是有选手请假，包括是第5道的黄品维，还是优乐游泳学校的选手，今天看到比较多来自他们单位的选手。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位第2水道的来自亚洲竞泳的张书伟选手。张书伟选手，我觉得他非常的有天赋哦。是，他学游泳，他不是本身不是校队，可是他靠后天的练习，练得非常好，而且他的教练就是李义轩教练，也是我们整个蝶式表现非常优秀的一个选手。好，张书伟的成绩得到32秒08，对，表现非常优秀。是，比的是15到17岁级别。是，那也是成为这一组最快的一个好手。那像我们刚刚看到有13、14岁级，甚至游到30秒内。那这细微的差别，可能是因为他接触这一项运动比较久，还是说就是其他的因素也有可能？这个部分的话，像张书伟选手，他目前还有上就是游泳选手的一个技术与体能整合训练的一个课程所以说这方面让他进步的非常的多。好，我们来看到这一组18到24岁级一样，只有1组而已。现在看谁会先冲线。哇，最后摸到我们速翔第3道林功福，台北大学校泳队比第6道，哇，海燕伟竟然林义轩快一点点，0.06秒的差距，哇，这对第2名来讲，哇，绝对会觉得非常可惜。我看他的表情反应就知道，是这个比赛好像就像奥运比赛一样，第1名跟第2名只差了0.几秒。是，哇，也是高强度的竞争。对于不管是场边观赛或是线上收视的观众朋友，也绝对会觉得更加的刺激。那现在下一组又马上的出发，是25到34岁跟35到44岁并在一起。是，那基本上就是亚洲竞泳的天下全部都是亚洲竞泳在比啊。对，包括刚刚
像裴老师提到的李义轩教练，现在在场上看有没有机会拿到冠军。注意一下哦。好，哇，但是许哲玉同样也是相当的优秀，要在这2天看到各个单项几乎都是称霸的实力。所以来自于我们亚洲竞泳的这位优秀选手获得的冠军。是。好，那当然。大家也是场上竞争是一回事，毕竟都来自同一个俱乐部。是。那随后也是，英雄惜英雄。英雄惜英雄，没错。那在这2组结束之后，随后登场的另一组35到44岁级别。哇，现在也是从一开始就有分出一点高下。在第4泳道的简俊哲目前处于领先，但是第7道的高敬顺也不遑多让，成为这一次赛会的宣传大使之一。他已经斩获2面的银牌，我这一个项目看起来他要夺金可能还有一点难度。那第4道简俊哲则是继上午的100公尺蝶式之后再添1金，29秒51，是也是相当出色的一个实力啊！更正，刚刚高敬顺选手应该稍早100蝶是拿到第1名，那像50蝶则是屈居第2，30秒96。接着进行177项45至54岁级男子组共2组的第1组。那随着最后一位选手也触墙到了终点，接下来会是45到54岁的级别的另一组，45到54岁级总共有2组的人马。对，画面上看到第一组是总共有5位的选手，分别是第2道周宗正、第3道廖建志、第4道江仲琪，还有第5道的郑瑞峰，都来自泳将魂。那唯一的亚洲竞泳代表是排在第6水道的高宇龙。那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第4水道的江仲琪选手哦，这位是之前是一个国手。他的专项其实是仰式，然后我们注意看一下他蝶式，哇，游得非常的顺畅，是，的确明显的是领先其他对手不少。看看谁会是游出分组的第2、第5道的郑瑞峰，没有问题。好，我们刚刚的第4水道江仲琪选手成绩是30秒89。差不多比第2水道差10秒。对。那接下来还有一组一样是45到54岁的级别。那这一组一样强敌环伺，包括我们稍早上午看到王汉邦和 David Bock 2位外国的友人呢，都已经同场竞技过，现在又在50公尺的蝶式要一较高下。不过处于领先的是第8道的杨仁。对，杨仁是非常优秀的一个选手，他是亚洲竞泳，他是一个外国人，是，然后他非常的认真，而且热爱游泳。我们看到我们的杨仁，哇，的确又要来成为冠军得主。我们上午已经看到他在泳池当中展现的速度，现在一样是最快游完。是，我们看一下他的成绩，应该非常优秀。杨仁的成绩是29秒90，哇！这个成绩非常的好，对，他们虽然都没有提供报名成绩，但是临场发挥比较重要，还是稳稳的把奖牌收入口袋。看到刚刚那一组也是比较多的外籍人士，那接下来会是55岁以上的级别，也是男子50公尺蝶式的最后一个项目。随后就会是女子组的部分。是55以上岁级，男子组50公尺蝶式共1组。好，以上看到是领先的是我们第5水道的选手何松仁，来自于卡拉蒂竞泳队。竞泳队的卡拉蒂竞泳队，他的应该是总教练，我跟他也是非常的熟他其实在美国接受很多训练，是对，所以特别回来台湾
推广这个游泳的一个教育课程。没错。好，松龙再次拿到了这一组的冠军头衔，上午他也已经拿过1金。那昨天也是有搜寻卡拉蒂健泳队，就是如同蒋平老师您提到的，就是美式的一个训练模式嘛。对，它是美式的训练模对，式。那好奇就是所谓美式跟不管是台湾传统或是整体亚洲的游泳的一个生态有什么样明显的差异吗？因为美式的训练原则，它在整个游泳圈来讲，有几个强国嘛，一个就是美国，对，然后一个有中国，然后澳洲，对，这几个强国。所以美国的训练方式，它是很要求所有的动作都要达到一个很精准的状态，而且它是一个科学化的训练。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组女子组喽，8岁以下的是小女生来比这个50公尺的蝶式，8位选手都有出赛，但是目前很快要到领先的是在第5道的高巧芯，来自于2势力，是鳄鱼的2。那不过第4道的树林竞泳队吴妍珍不遑多让，有机会在后段看看有没有机会反超对手。蛮有机会的哦。是，明显看到已经扭转了出发的不顺，现在应该是有机会来收下这个冠军。好，只剩下5公尺的距离了。对，好，我们看一下第4道的哇，同时应该只差0.07秒。是哇，最后段的续航力差一点又要被高巧芯给要回领先了。我就要来等看看下场边的参考成绩，到底是吴妍珍还是高巧芯？好，原来是我们的第4水道吴妍珍是49秒47，跟第2名的第5水道49秒48，只差0.01哦。是，那这种都不管对选手还是教练，有可能还会有申诉的空间吗？说申诉的空间，因为基本上争取看看时间上有没有可能，就是以裁判案的这个为准。因为我们都统一出这个电子墙嘛，是，所以说都会以这个成绩为准。哦，所以岸上的裁判按码表不是在按，也是按码表。是，那通常我们第一个会看电子版。对。哇，也是一场高张力的对决。接着是9到10岁的这个级别，原本是有2组共12人，看起来现在是并在一组来出发。是。哦，现在跳水入水了。目前看起来是第2道的，是第2水道，林书宇一马当先。他真的蛮快的，很流畅啊。大概赢第1水道有一个身体是。基本上在50公尺项目，如果握有这种领先，应该就是比较安稳的范围。是没错的啊。好，我们看一下，只剩下5公尺了。林书宇没有意外，一路领先到最后，率先触墙。好，成绩是46秒60。接着第3、第4道的往前请，还有廖明乐也依序来完成了这一趟比赛。是。那看得出，在下午这个阶段，裁判们也是很积极的，请大湾的选手交到旁边了，因为一组接着一组，真的相当紧凑。对，非常紧凑，而且这些工作人员非常辛苦哦，在这个天气非常热的状态下啊，要这样子很辛苦的为大家就是看着选手的动作上面有没有标准啊，有没有问题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还是9到10岁的级别。对。目前场中进行的是181项的第2组。这一组整体看起来前2名一样，谁输谁都很难说。我们看到30水道，到底谁会赢呢？
哦，第四水道，第四水道稍微快一点点，对，确实先触墙了。好，36秒16，比下了隔壁的36秒60，也是差了0点几秒而已啊。接着进行181项第3组。接着要轮到11到12岁的女子50公尺蝶式项目。就是这个组别总共有3组，共18人报名参赛。好，其实我们在50公尺蝶式的部分，就注意看到第一个部分，他们在水中出发这个动作就会影响到他的成绩啊。那你会看到，第一水道又是我们的方雨桐选手，是啊，真的看到他出色的表现，现在又可以看到他，没错。出色表现。那50公尺蝶式，你会看到它的每一次蝶，它臀部会浮出来，有没有？就代表它维持在一个水道中，然后完全没有脱离这个水道，而且往前直行。好，触墙，没意外就是他是第1名了。的确，这很明显实力上就是比其他人高出1截。那再来第4道的杨宇恩也完成了这一组的第2。好，我们看一下。第一水道的方雨桐，来自于亚洲竞泳的选手，成绩是33秒23，非常好的成绩哦，跟第2名差了10秒的。跟他刚刚在比仰式的时候一样，就是已经提早到终点来等其他人。是的，没错。但是像这2个项目，其实大概间隔不到半小时又出赛，对选手来讲都还算可以负荷的嘛。是的，没问题，因为如果他要常常在比赛的话，是啊，所以说像方雨桐这么优秀的一个选手，我觉得他真的很适合未来是我们的就是明日之星，有可能代表我们中华民国出国去跟世界各国的选手比赛。的确是值得来关注未来发展啊！现在只是小学生而已。是我们希望他可以变成我们的台湾的明日之星，然后之后的奥运电台可以看到他的踪影。那当然，在前一组结束，现在一样还是11到12岁的级别，所以方雨桐选手当然还是会留在现场来关注一下其他对手们的成绩，才能够确定自己是不是又要来收下一面金牌。是。下面这一组有报的成绩其实也是蛮厉害，就是第4水道的王若雨他到出来成绩是33秒，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哦。好，我们现在看到在水中出发。刚刚看到是第5道的陈永晴了，哇，第5真的是到最后15公尺才出水面。那这对选手来讲，应该是最理想的情况，就是水中跌脚尽量做远一点。对，没错。那的确，他现在还是稳定的在第1位，排名第2是王若瑜，第4水道。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成绩是33秒59，33秒59。跟刚刚方雨桐也是一样，33秒多啊！是，果然实力都在伯仲之间。那这一组整体平均都是游的比较快了，所以现在大家很快的都已经完成比赛，就要上岸了。紧接着会是13到14岁这个级别。是，我们来看一下。那因为没有人缺赛，所以照表定就是第1组3位选手，稍后第2组会是6位来上场。在第3道是来自亚洲竞泳的林一凡，第4道飞鱼泳将的梁元轩，跟第5道海燕为惊人的林芷莹。现在看起来就是林一凡跟林芷莹之间的对决。是的，没错。加油！感觉应该也是0点多秒的差距。那看到是林芷莹稍微快一点。是，那林一凡34秒34，确实是0.6秒之差。对，梁元轩也是顺利的完赛。
那接下来还有另一组13到14岁这个级别。那这一组是排第2到第7甬道都有选手。我们要注意一下第4水道的这位选手游得非常的快速佩璇稍早也是有拿到一个冠军的，现在看看他在这一项，13、14岁级的50公尺蝶式对他来讲应该也是轻而易举。好，游出分组第1之后，就看看他的成绩29秒09，再一次称霸了这个单项。比刚刚前面的前2名都还来得快。是的，没错。那当然，他报名的成绩就是28秒80，所以应该基本上他自己心里都有数，大概没有意外的话是可以游出这个水准。是的，没错，28秒80应该是可能是他最佳成绩。是。看一下这一组的赛事，换15到7岁级。场多队形183项次，15至17岁级，女子组50公尺3、4水道，实力都在这个伯仲之间对，非常接近。这3位选手几乎都一样。第5的王敏恩稍微快一点点，只要他稳住这个领先的话，还是可以拿下冠军。那他隔壁道的刘雨辰则是分别收下第2，还有第3名是尤威在第3水道。那3位选手整体差1秒钟之内而已。没错，王敏恩成绩是31秒92。整趟的50公尺真的就从头到尾都差不多进度。那最后排序是没有变动。是。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一组的，这是另一组的15到17岁级。场中进行的是184项的第1组，以及185项的第1组，2组合并举行。1至2水道为18至24岁级，3至4水道为25至34岁级。我们看一下第6水道。水道为35至44岁级。这一组看得出，从画面上就呈现第6道是明显快出许多。是。好，第6水道来自于亚洲竞泳的选手，好，成绩是35秒50，明显是比下了其他的参赛选手们。是。那这个刚刚字卡更新的是并组来进行，并组，所以接下来要轮到是35到44岁这个级别，还是一样女子50公尺的蝶式。好，我们看一下85项的第2组，6、7第6水道，这样是遥遥领先了。就一样是来自于亚洲竞泳，就是这个非常优秀选手，就是我们的黄凯杰，对，表现得非常优秀。好，第1位触墙，是稍早的100公尺蝶式之后，因为50公尺蝶式一样没有问题。好，他成绩是36秒38，成绩非常优秀。那隔壁道的队友杨纯君也是分组第2，是完赛，也是来自于亚洲竞泳的选手。那平常选手们就是代表同一个俱乐部，那平常是都在训练的时候很常会遇到吗？或者说要看自己的时间，说不定也只有就是大赛的时候才会碰面。通常我们会有固定的团练时间，还有技术的课程。是，对，比如说我刚刚讲的游泳选手的技术与体能的整合训练，就在我们松山运动中心，目前9月、10月在进行中。对，那我们的团练的部分，有在台大做团练，是，然后都是固定的，所以这样子才有办法让这些游泳选手的成绩慢慢的拉上来。他可以提升自己的能力，除了技术之外，也提升体能的部分。
所以这就是对业余的游泳爱好者也是可以有比较有系统训的来，是有系统训练、科学化的做训练。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组的选手，包括5位45到54岁及，还有3位55岁以上的选手们同场竞技。3位55岁以上是被排在前3个水道，但是丝毫不逊色，跟比自己年轻的这些对手们，哇，看得出第2道的刘菊美啊，上午看到混合式她就表现出色，现在这个蝶式，哇，经过休息之后，啊，丝毫没有影响她太多。是刘菊美选手，我觉得她真的虽然年纪已经到这样了，可是她很有爆发力，还声音非常好，是游得非常棒。的确是肉眼可见的，还是一样最先触墙，46.01秒，哇，跟年轻人几乎没有太明显的劣势。是啊。那所以的确，游泳运动就即使精英运动员就是退休之后，他们还是可以有一个很长的就是运动生涯。没错。那对身体的负担也相较其他可能球类运动来的小一些。是，他的运动伤害会少一点，是，因为水有浮力嘛。那我们这边也看到，在这2组的女子50公尺蝶式告一个段落，就代表个人单项全部都已经结束，最后压轴的2项接力赛会是男子组的4×50公尺自由式先登场，那最后还有女子的4×50公尺自由式接力。我们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回到比赛的现场。对，接力。这个算兼差的，可以加个带鱼，还是你有名片？没有，也可以加了。你都跟公司配了？都接这间公司了。这一家比较多，我都在开始干嘛？外语内内。那我看你的。你都在游泳协会上班？没有，我是救生队。救生队。我是做公益大家团的。那个要考执照不是？上课考这个。那是正职。因为玩铁人三项，要学游泳，就去那边学。公司都在管体育。回来。宝宝，你在未来上班？正职。这个呢？小菜。公司领导。可以。低调。那你未来的是专业摄影师啊？摄影的有证照吗？摄影业。台湾的。有几种操作机械，国外有执照，台湾没有这个。台湾摄影环境。如果没有，你说像证照是那个制度化，那台湾没有。台湾摄影跟做工的算点类似的，很多保全啊、保镖啊。国外的摄影师是高龄阶级，
那个镜头 take 不是有时候会 take 到摄影师的，你像那个实况，还有机会比较少，基本上都赛事。那特殊需要的情况才有这个理解。至少在电视台也算一个稳定的收入，是稳定，对稳定。但是也不是上班都有啊？上班？对啊，擅长上班的。他如果没有比赛，维修没有。你现在看到的怎么样？可能都是我们公司已经都外包的上面的，现在是专门负责公司国内的事。只要是外包就是没什么利润赚价差。基本上外包本土的价值，应该外包公司最高。因为利润不好啊，你两个人跟外包抢了很多啊，小一场赛事工程就差不多25万。可是那他人也是这样子一个压力。大会报告，请刚刚有在第4水道出赛的选手，麻烦您点击一下有没有拿到一个 Arena 金色字样的泳带。请刚刚在第4水道出赛的选手，麻烦您点击一下有没有拿到一个 Arena 金色字样的泳带。麻烦请您送至播报台，感谢您。他们的一场开个两场开个2节。还要多久？好，那我先去上个厕所。还久嘞，先上个厕所，等下来不及。今天换场换太久。
计数。水道介绍：第2水道银桥国小鲨鱼队，第3水道海燕维基人，第4水道北市大同国小，第5水道台北市万兴国小，第6水道银桥国小海豚队，第7水道北市大同国小 A 队。第8水道台北市看到画面顶上溪国小，就是稍后要进行的男子9到10岁的4×50公尺自由式接力。是，那刚刚已经依序介绍完道次，就分别是在将来比赛正式的开始。对，第一棒已经出发了。下第一棒，第4水道游得特别的快哦。第4水道是来自台北市的大同国小，那在占据第2的是第5道的万兴国小，还有第3道的海燕维京人也不遑多让。那至于第2道还有银桥国小的鲨鱼队，跟第6道是银桥国小的海豚队。至于第7道是大同国小 A 队，跟第8道则是文山区的景兴国小。现在准备交给第2棒出发。那的确优势很明显，大同国小持续的拉开，但是他们的 A 队也是现在上升到了第2的位置。观众看到第2棒的选手大同国小，第2棒游的速度非常的快，已经领先第2名有3个身体了。对。好，接下来第3棒选手，第3棒出发，大同还是稳定的占据第1，也看起来是没有什么悬念。但是第2名之争，看起来应该没有能够威胁到大同 A 队的对手。是。通常最后一棒我们会安排速度最快、是最有爆发力的选手。所以看起来就没有任何悬念啊。那第1名应该就是我们大同国小，没错。第2名可能是我们大同国小 A 队。第4道的大同国小，他们给的报名成绩是2分09秒，就看看在这次第4棒出发之后能够发挥什么样的水准，是不是有机会来改写团体的最佳成绩。然后第4棒的选手努力的往前冲刺。这边时间已经走过了2分10秒，看起来大同国小是没办法改写他们的最佳表现，但是至少拿到这一次运博杯的男子的200公尺，对，4×50公尺接力是没有问题的。好，出墙。确实是第一个游完2分27秒87，是大同国小游出来的数字。不过大同国小 A 队可能要注意，危险了，危险了！第5道的万兴国小现在很有机会来上演一场逆转胜。哇，大同国小的 A 队在后继无力耶，所以是让第5道的万兴国小相当精彩的一个演出。第3、第4棒，哇，真的充分的展现很强棒的实力。是，所以他第4棒真的非常厉害，这个没错，万兴国小的。其实50公尺说长不长，但是还是有可能造成这样排名上的变动。一定会有。现在还有第6甬道是银桥国小的海豚队，那他们的鲨鱼队是在第2道。现在看是海豚游得快还是鲨鱼？这个第4棒有可能在最后这20公尺左右来克服逆境。看来蛮有可能的。现在还在持续努力。哇，看到第3道的海燕维京人在等待第2道的小朋友到，不过还是海豚队稍微快一些，3分40秒78。那鲨鱼队则是3分43秒04。那紧接着会是11、12岁，还有13、14岁并组，因为在男子的4×50公尺接力，级别是跨的比较大一些，8岁以下没有能够成赛。那9到10岁就是刚刚现在结束的。紧接着11到12岁总共有4组搭配2队的是13、14岁的代表团。
那就是好奇请教教练，除了接力赛，除了可以培养一些团队合作的精神，还有什么样的其他优点吗？不管是就技术还是就心理方面的而言。其实心理素质要强，心理素质要强，尤其是第一棒的选手，是因为第一棒需要在起跳的时候，在从出发台上面跳入水中，所以他出发的速度和反应的时间要极为重要。所以通常我们会派我觉得技术最好而且心态稳定的选手，是，然后这是选手要有的特质哦。然后再来第二棒的部分的话，我们开始进行要交接接棒。这段需要比较极强的转换的技巧，还有节奏把控啊，通常会安排也是速度比较稳定的选手啊。选手特质我们会这个技巧优良，然后能够不丢失速度的情况下，也可以迅速的完成这个比赛的节奏。通常是队伍中速度稳定的选手。好，然后第三棒的话，会处于比赛的一个关键中段。然后负责将先前的优势扩大或者弥补劣势，因此这一棒我们通常会安排速度也要非常稳定，而且心理素质也要较强的选手。选手特质要高度的稳定啊，无论比赛进行到什么情况之下，都能保持快速且不崩盘的这个状态。然后心理抗压能力也要非常强，不容易受对手所影响。能在压力下有出稳定的一个成绩哦。那第四棒就是我们的压轴棒了。第四棒是决定胜负的关键，通常是派出队伍中最快的选手作为终结者，能够在最后阶段冲刺并超越对手。选手特质一定是队伍中最快或最具冲刺力的选手，然后他的特质会有心态冷静，能够应对巨大的压力下的比赛，并在必要时爆发出高速度。良好的技术还有确保接棒过程中不出任何差错，并能快速的进入最后的冲刺，获得冠军。是，就是感谢教练的解说，刚好就衔接上11、12岁还有13、14岁这一组。我们刚刚提到原本表定有6队，但是看到排在第3水道的亚洲第3水道的队伍武林国小没有来到现场。看到一马当先的是在第6道的运博 Lisa 的队伍，他们暂时比优利用学校还快一些。这两组是唯2，来到13、14岁的接力组别。那当然，亚洲竞泳现在是占据11、12岁组的第1位。是，这还是运博 Lisa 这一队暂时领先对方大概1个身位的距离。是。那现在还只是第2棒，还有第3、第4的最后100公尺来决胜负。好，第3棒下水，出发了。好，看一下还是运博，可是现在有点危险了啊。对，这样让等一下的决战第4棒更加的紧张刺激。好，幸好第3棒的这个运博的这位选手，他速度非常的快。你发现他的身体非常的稳定的往前进，是，有拉开大概1、2米的优势之后，第4棒出发，基本上很有机会来巩固这个领先。那看到目前在11、12岁组第1的，则是第5道的社子国小。好，看起来就没有问题的，应该就是我们的运博 Tisa 可以获得冠军。确实，现在完成了这一趟的接力之后，等一下就静待他们的成绩揭晓。第6道的运博 Tisa 游出了1分56秒62，那优乐游泳学校也约在2分内。那11、12岁组就看看现在社子国小的成绩是在2分12秒73。那看到亚洲竞泳的最后冲刺是。但是第2道景星国小还是快一些，那文林国小则是比对方还来得慢，所以也是在这边告一个段落之后，紧接着要登场的会是来到壮年组的接力赛。
那当然，就这种一般组，也就是青少年小朋友居多，跟人家壮年组绝对会是截然不同的风貌。是的，没错。那毕竟就小学生或者是国高中生来讲，不但是有可能在训练竞技方面，或者是升学的一些各种考量。那来到成年人，是不是大家都是一群就是热爱游泳运动，才决定愿意在下班时候来花时间来，不管是训练还是报队参赛？这个一定是因为一般成人的话，原则上他有工作嘛，是，然后或者会有家庭的负担，然后其实他就是一个非常热爱游泳，才有办法说每天早上大早就起床。不是练早上？原则上2个时段嘛，第一个是上班前。上班前的话，你可能5、6点就要起来了做训练，训练完再去赶快去接着去上班。然后另外一个时段就是下班之后，然后吃完个晚餐，然后晚上又开始接着训练。所以通常一般上班族可以坚持这一份热情我觉得真的非常相当不容易啊。没错，哇，我们可以看到这为期2天的赛程，更是有不少的好手们不分长幼真的都是身兼多项，是哇，愿意花这个中秋连假还来到游泳池，就是平常大家的日常。那即使是连假这个重大节庆，还是愿意为了这个来付出，甚至来参赛一起争光，是的，非常难得的情谊。对，所以游泳已经变成是他们的灵魂。没错。那像就是好奇，想要教你个人，大概就像你这是以这个为业嘛？那你可能在接触这项运动的契机，或者是到后来为什么会想要经营到整个这样有组织规划的一个团队？其实这个部分的话，因为我们看到我们台湾整个游泳环境，跟世界各国比起来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游泳环境生态是比较没有像国外的这么的，就是进步。然后不管是硬体设备还是软体设备上面，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希望说可以在这个方面好好的去加强跟强化它。对，然后再来就是说，希望可以把这些热爱游泳的这些选手们，给他一个好的地方、好的家，让他们可以在这边做训练。然后得到一个好的成绩，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这一组的赛事。对，包括第5跟第6道就是我们现在担任奖评的黄敬仰教练旗下的亚洲竞泳队，一个是120岁级，在第6道，那第5道则是100岁级。那他们现在是跟更年长的160岁看起来是有并组来出赛。120岁级的选手，45水道为200岁级的选手。好，那看到这是在比较靠画面下方也就是第2道游的最快。是，北市现代5项还是稍微比亚洲竞泳100岁。第2道是我们的亚洲竞泳的选手们，没错，还是非常的接近，这才只是第2棒而已。是，让我们可以期待第3、第4棒，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差半个身体耶，非常紧张。即将交给第3棒，现在加油！蓄势待发。好，第3棒出发。亚洲竞泳的选手还是稍微占上风，而且扩大了优势。这第3棒游得很快啊，显见，水上飞的感觉。对，其实第1道的北市现代5项看起来第3棒也是相当实力，但是似乎没办法对亚洲竞泳造成太大的威胁。好，接下来第4棒要出发了。对，这一跃而下，这个跳水实在跳得很远。而且现在目前的领先优势，第4棒持续的在拉开啊。亚洲竞泳看到了这个选手爆发力十足努力的往前冲。120岁级就代表平均年龄大概就是25岁到30岁左右。这个已经拉开2个身体了。没错，顺利的完成了100岁这个级别的接力第1名。底下是在第1道的北市现代5项，然后这是亚洲竞泳的成绩，1分41秒30。那这代表大概平均1棒游25秒钟左右，非常快。看到第3道一样是来自亚洲竞泳的120岁级，顺利的完赛。那因为是同额来竞赛，所以他们就是当然的第1名。
那至于第5道，则是在160岁的勇将魂，那是称霸了160岁及以上的这个项目。还有看到这一样是戴亚洲劲勇的泳帽，这是160岁级的组别。是。然后4乘50男子50公尺200公尺的接力哦，在世界的一个赛事，在短池中的最佳成绩是2018年短池世锦赛由美国队创造出来的成绩哦，它是1分21秒80的成绩。那看到这是刚刚横跨多个岁组的赛事。告一个段落之后，就代表后续应该是要轮到女子组的接力项目。是的，我们恭喜我们的亚洲劲勇啊，非常好，获得了冠军。的确也是展现就是这个横跨多个年龄层，那也不分性别这样整体的一个成果。是。那我们刚刚是欣赏完男子组的赛事，紧接着还会是要逐渐迈入赛事的尾声，女子的4乘50公尺自由式接力，随后就要来登场，这也是非常精彩的一个赛事啊。啊？并组并到一个。对啊。这个通常在接力的部分啊。选手的心理素质非常重要，是因为有些人，比如说要跟他接力的时候，他会担心说，说怕影响到其他的选手，影响到整队的成绩，所以有时候一般有些选手会压力很大，是，那这时候就需要靠教练，帮就是沟通，然后让他的心态放轻松一点，不要那么紧张，以免影响到成绩的部分。所以这不是一句话说你就是像平常这正常游这样就可以解决的事吗？还是说可能选手有可能会考量更多？选手的部分他有时候会考量很多，因为他除了考量他自己，因为他考量到整队的成绩嘛，所以他会担心说，他如果成绩又不好的话，会影响到队友。是。那通常的话，我们就要做一个很好的心理建设。那另外一个很好的部分就是会建议他多参加比赛，尤其多接力、多比赛，然后他就会以后就不会压力这么大，就会当平常心来看待。对。这时候的成绩表现反而会更好。哇，那不过在女子组登场之前，我们看到还有男子组的部分。那应该是刚刚其他有些组别并着比，那现在还是有160岁级，应该是现在要登场。是，然后我们看到他们跟镜头挥手。对，现在现场是在逐一介绍各个参赛队伍。是的。好，那刚刚是把100岁、120岁、200岁跟240岁合并来出赛，那现在则是原本就排定160岁级的6支队伍要同场较劲，是，包括在第2泳道会是卡拉蒂的劲勇队，第3泳道勇将魂，第4道是中正欧 boy， 第5道清水救生，跟第6道海燕维京人，还有第7道就是我们现在担任奖评老师黄敬仰教练执教的亚洲劲勇队。好，这个都是160岁级哦，是平均一个人就要40岁左右，所以这是一个壮年期的时候。壮年期的时候要维持一个好的体能跟状态，其实非常不容易哦。因为这时候刚好又有照顾小孩，有家庭的负担，又要工作。好，来我们看一下，他们准备要出发了。对，但是第4道中正欧 boy 最后没有到场，所以是由5队来PK。是的，亚洲劲勇跟第2道的卡拉蒂劲勇，目前难分轩轾。是，加油！哇，亚洲劲勇第一棒就拼尽了全力。对，开始往前冲了。好，我们来看一下第2棒的出发，还是亚洲劲勇先落水，再来是卡拉蒂的劲勇队。那至于在第3名之争，则分别是在第3道的勇将魂跟第6道的海燕维京人。不过勇将魂这边已经逐渐的
要追上来，上来了，蛮厉害的。只有可能威胁到卡拉蒂，甚至在亚洲竞泳的第2棒这边遭到了逆转，要看到第3、第4棒能不能要回领先，真的扑朔迷离的战况。是，来第3棒出发了。现在顺序有些改变，占据第1的是卡拉蒂的竞泳队，在第2泳道。第7水道的亚洲竞泳第3棒现在有机会重新排上第2位。占据第3的则是在第3道的泳将魂。好，我们接下来就是要看我们第4棒压轴棒的表现如何了。不过卡拉蒂的这个领先优势可能会让他们的第4棒更安心一点。是的，当然每一队的第4棒，就如教练讲一个，照理来说都是最强的一个选手。这时候是最精彩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我们看一下第4棒如何看起来就是有可能要来逆转了。所以卡拉蒂的前3棒反而是整体实力比较强，那第4棒反而是稍微慢了下来，甚至有可能下滑到第3位。那亚洲竞泳队4棒实力平均，整体是比下了其他的对手。好，第1名就是我们的亚洲竞泳，可以得到成绩是1分58秒59的成绩。是，那最后拿到第2的则会是第3道的泳将魂。那第2道的卡拉蒂竞泳这个一波三折，从一开始的第2名，那稳定第1名阵子之后，可惜最终后继无力，而是第3坐收。所以我们看这种接力真的非常的精彩哦。的确，一开始领先不一定最后就领先了。没错。不过当然也可能跟他们棒次排的逻辑，对，看得出他们第4棒应该明显比前3棒还来得慢一点，对的。那不过现在也是迎来第5道的清水救生，回到终点之后，男子组的4×50公尺接力正式画下了句点。那即将要迎来最后的最后，就是4×50公尺女子组的自由式接力。小选手们都已经就位，那我现在看到介绍是第2道的台北市大同国小8岁以下是唯一的参赛团，跟他们昨天的4×50公尺混合接力一样，就只有他们来组队。那第3道会是奇幻小魔女，第4道树林竞泳俱乐部，那第5道则是银跳国小鲨鱼队。现在画面带到第6道景兴国小，跟第7道是大直金浪。那因为刚刚看到前面，游玩的选手还在水中，我们看到对，要等候，现在先跳水，才慢慢的上岸。目前一马当先的会是在第4水道的树林竞泳俱乐部。这个优势很明显的就拉开，对，拉开了。然后你看到我们第4水道，它效率是蛮好，非常好。手长脚长，的确一棒就可以跟其他人分出大概10几20公尺的距离。好，接下来第2棒也跳水入水了。那甚至要值得关注的是第1道8岁以下大同国小，看起来也没有逊色太多跟其他的大1、2岁的姐姐们，还有竞争的机会。对。当然，现在至少转播画面先带到的是全部在泳池中领先的树林竞泳俱乐部。今天上午，包括在仰式还有蝶式的项目，也看到多位来自树林竞泳的好手们，特别是在学生阶段，他们也是当中的佼佼者。是，我们看到他们的第3棒也出发了。那你看到我们第3棒的选手，他打水效率非常好那你注意看到他水花的部分，整个身体一直维持在一个水面的感觉。很快的就要交给树林竞泳的最后1棒，触墙之后，正式的跳入水中。那最后就是看他们的成绩能够赢第2名多少时间呢？注意看到这个第4棒的树林国小鲨鱼队，他几乎没什么换气啊。
力的冲刺。我们看他的成绩，最后了，好，到达终点。哇，那看看谁会是9到10岁组的第2名。我们上看起来应该是第7道大直金浪有机会。9至10岁，领先抵达终点的是第4水道。啊，不过在第5道的银桥国小鲨鱼队一样来势汹汹。好，我们看到第7水道大直金让这一名选手，他的稍微速度稍微慢了一点啊。对，哇，所以有可能真的在最后关头被翻盘。哇，现在拼命的往前，被追到了。哎呀，还好，大直金刚还是稳住第2，那拿到第3名的则会是银桥国小的鲨鱼队。是，那现在是景星国小也回到终点之后，就等8岁以下的大同国小现在最后一棒出发。啊，这个跳水真的很特别。通常就是在接力的跳水跟一般就是单项出发的跳水会有什么样不一样吗？除了包括看到前一棒碰墙以外，细节上是大同小异吗？细节上面其实会原则上大同小异，可是你的前一棒触墙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空中等。跟一开始的如果个人专项部分，个人比赛是在台上跳台上面说 take 嘛，是停在那边，听到枪声才可以出发。对，是会不一样。所以就是一个像用眼睛看队友，另一个就是用听的这样。他反应速度要非常快，上一棒马上触墙，你要马上跳，是，不能差0.5秒。对，这样在就是高强度的比赛，可能就因为这0.5秒有可能影响排序。是的，没错。那大同国小的最后一棒现在正式的完成比赛，也让8岁以下还有9到10岁的这个4×50公尺自由式接力结束之后，下一组则会是11、12岁，还有13、14岁并在一起比赛。是。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大同国小小朋友，他不管有怎样，最后还是要游到终点。那我们就是原则教练们还大家都是用鼓励的心态，对，鼓励这些小选手来多参加比赛。救生队的朋友，先看到从第6道，现在画面上带到是优乐游泳学校，第5道则是树林竞泳俱乐部11到12岁级，还有文山区的景星国小在第4道一样11、12岁级，跟汐止国民运动中心还是11、12岁级被排在第3个道次。那刚刚提到的优乐游泳学校在第6道，他们是13、14岁的级别唯一参赛的队伍。我们现在看到领先的是我们第6水道优乐游学校。那的确，就年纪上或者是游泳的经验，真的还是展露无遗。是的。好，第2棒也出发了。大会报告，请得奖的选手及接力队伍。那不过就11、12岁的这3队而言，树林竞泳俱乐部还是表现比较好的一队。是。刚刚也在9到10岁见识到他们中年级组的实力，现在高年级的选手看起来一样是技压其他2队。好，接下来第300棒的选手也出发了。那看到这几支队伍真的差距是比较大，现在是在第3棒的阶段。是，那我们注意看到第6水道这位选手，他换气的时候，他是在整个浪窝里面做换气的，所以这个动作表现得非常好。第4棒优乐游泳学校已经出发，
虽然今天他们在个人的单项比较多人是请假缺赛，但是在团体上还是能凑出4位的队员来进行。那至于在其他11、12岁组的话，应该也没有悬念，树林劲勇俱乐部应该稳稳的收下第1。那这边是先看到优乐游泳学校，看看他们的成绩如何。这位小选手也是努力的在冲刺啊，也是完成了他们的任务。是的，第4道的景星国小应该也是能够收下这个级别第2。至于汐止的国民运动中心会是第3名坐收。好，剩下2公尺，好，也出墙到了。那现在就等待汐止国民运动中心的选手来到终点。那一般组的比赛在这边告一个段落，最后就会是压轴好戏，在这为期2天、将近200个项目的定博杯分龄游泳锦标赛，现在要迎接到的是女子的4×50公尺自由式接力青壮年组。现在看到第2道是台北大学的校泳队，19岁以下，就是4位选手加起来不超过99岁。第3道是亚洲竞泳的120岁级，第4道卡拉地竞泳160岁级，第5道是亚洲竞泳160岁级。现在第6道是泳降魂的200岁级，跟最后现在带到算地主的一位代表队是海燕维京人，平常就是在这边进行训练，他们是报240岁级的组别。好，这一组的非常紧张哦。对，我们看一下。好，出发了。虽然基本上就是每个岁级各自一组，但是如果大家排在一起比赛，那画面上看起来还是可以分个高下。好，我们现在看到第5水道亚洲竞泳160岁级，目前是领先的状态。的确还是一马当先，但是第2道的台北大学不遑多让。是。当然亚洲竞泳队整体而言，资历是比较深厚，但是也是不输这年轻的大学生们。看起来亚洲竞泳的160岁级是稳稳的领先的，不过要看到隔壁道的泳降魂，是200岁级，但是实力依旧。上演了一个逆袭，而且台北大学校泳队发挥他们年轻的实力。后续还有2个棒次，虽然他们各自都会是不同岁级队的第1名，但是至少在比赛的过程看起来还是有顺序上的变化。看一下第3棒的部分。现在看到亚洲竞泳有没有上来的？对，又要回了领先地位。那这是台北大学的99岁以下的这一组。接着要交棒给最后的队友，正式出发。那亚洲竞泳的第4棒也快要接到，那第3道则是亚洲竞泳的120岁级。看起来他们有没有可能追上自己同团的160岁级呢？160岁级的亚洲竞泳的选手努力的冲刺啊！是。现在所以画面上看到，除了台北大学以外，都是现在在讲评黄继强教练的子弟兵。好，加油！亚洲竞泳加油！好，那我们第6水道也到了。第6水道是亚洲竞泳的160岁级，那第3水道则是亚洲竞泳的120岁级，都顺利的完成比赛。是。那接着画面上带到，包括第4道的是卡拉地的竞泳队160岁级的组别，跟泳降魂的200岁级在第6道当中。
好，第4水道也到了达地，是对。那最后就是来迎接哇，所有参赛选手当中最年长也最让人敬佩的海燕维京人，哇，平均4位选手都超过60岁的年纪，非常厉害，非常厉害。啊，这长青组还能够有4人一起来团结一心进行比赛，最后一棒出发，那也会是要迎接到这个赛事的尾声。相信现在现场岸边，不论选手、家长或者是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要来夹道欢迎。如果没错的话，这位应该是海燕维京人的刘菊美选手。好，剩下10公尺。好，触墙也到了终点，是，掌声鼓励。哇，这场比赛真的为期2天了，将近200个小项，要在这边搞一个段落。不过当然，后续还会有包括个人的颁奖，还有团体的总锦标，这也会是所有参赛选手当中最期待的。是。刚刚的刘菊美选手，她表现的真的非常的优秀。因为有你们的参与，赛事才能够圆满结束。也请各位来宾及选手们，请您在离开前，将您周边的休息区环境整理清洁以及分类。那的确，为期2天的赛程就在今天10月5号的午后告一个段落。那在收尾之前，我们好奇教练有想简单跟大家分享什么吗？就是做这简单的讲评。其实在这2天的赛事的话，我们注意到选手的部分原则有我们分3个部分哦。第一个，他的身体素质；第二个，心理素质的部分；第3个是个团队合作的部分。尤其在最后的接力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团队合作好不好，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部分可以知道说他们的教练如何的让每一个选手可以安排到最恰当的位置，这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哦。所以说，我们身体的部分，原则上照顾好选手的身体，然后包含了身体的活动度啊，还有肌力、肌耐力，是啊，然后提升自己的功能是非常重要一部分。然后身体通常功能上出现了问题的话，会影响到你整个游泳的效率哦。所以说，其实任何一个游泳队或游泳选手都需要一个好的强大的一个团队，尤其里面要有一个技术教练，要有物理治疗师，然后要有运动防护员，还甚至医师，还有心理辅导员，这都是非常重要，这可以帮助整个选手的成绩可以达到最好的状态。没错，那也感谢各位在线上收看的观众朋友。如果因为这2天的运博杯对游泳运动有兴趣，也可以欢迎，就是透过这几天有出赛的这些队伍，找到属于最适合自己的游泳团队。那感谢您的收看，也谢谢黄靖雅教练的解说。好，我是谢谢主播，再会。谢谢，拜拜。